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今天视频主要讲解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呢，就是全球知名比特币的投资公司微策略宣布增发价值5亿美元的 A 类股票，募集的资金用来购买更多的比特币。那么第二呢，就是 Luna 最近作妖暴涨，到底值不值得大家关注呢？那么我会在节目里面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关注一下美国2位重量级的大佬的讲话，都是这2天发生的第一个呢，就是证监会主席有关加密货币是不是证券的言论另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有关下一步加息的言论，我们已经讲了无数次了。那么这2位的讲话呢，关系到后面半年乃至于后面好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走向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好，我是 Alex 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的内容。根据彭博社的报道，MicroStrategy 提交给美国证监会 SEC 的文件显示，该公司已与 Cowen and Co 以及BTIG LLC 签订销售协议，计划出售价值高达5亿美元的 A 类的普通股，以购买更多的比特币，并发展其业务。具体的股票销售日期暂未确定。那么这2家公司都是持证的股票的发行商具有这个资格去发行股票。那么我们结合之前微策略将比特币抵押给银行贷款买比特币，那么现在呢又要从证券市场抽血募集资金来买比特币，可以看得出来那这家公司这辈子是与比特币死磕到底了。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家公司如此的青睐比特币呢？我们无从得知那么我们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大股东股东大会到底是怎么确定的那但是呢，我相信除了比特币自身的这种光环以外，整个世界的走向也是给了这家公司继续购买比特币的这个动力其实说白了就是在微策略的眼里那其他的资产呢都是垃圾，太垃圾了。那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为了囤积比特币这跟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做出来了9神囤币曲线指标的这个9神很类似只不过9神这哥们儿在微博上已经被消失很久了我们之前讲微策略公司拥有129699个比特币平均的价格呢是3万美元左右。那么目前的价格已经是跌穿了他们的成本价每个比特币将近亏损1万美元了，这是一笔很大的亏损当然了，这只是暂时的价格呢一定还会再上去。问题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他们不选择抄底去拉低成本价的话，简直就是太天理难容了我相信他们公司的股东也不会放过他们的那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微策略抵押了一部分的比特币给银行，贷款出了 2.08 亿美元用来购买比特币。当时的比特币的价格呢，我看了一下是4万7附近那么当时这些钱只能购买4400个比特币现在好了，那5亿美元可以买2万3000多个比特币，那这笔账很好算就看这个股民朋友买不买账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增发股票成功给比特币增加更多的这个资金的流通量而且呢微策略买了比特币它不会卖出去，不会出手那就是响当当的钻石手对整个市场都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2部分Luna 这2天又出来作妖了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分析 Luna 死亡螺旋的底层逻辑他们整个生态呢就是一个大型的拐弯抹角的庞氏骗局我当时分析的时候 Luna 的价格呢是28美元大家可以翻以前的视频去看一下。那后来呢一路走低直到归零，那么归零之后呢他们又做出来一个新的链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复制，那也就是这个创始人都矿他提出来的这个分叉链，创建这个 Terra Luna 的提议也被社区接受了。第一个Luna 创世块于5月28号诞生。那么这个新出来的这个 Luna 的这个代币呢，就是根据以前的持仓 Luna 的这些人进行空投，所以说就赢回了一部分的这些投资者那在更名之后为了与过去保持距离并且最近呢增加了新的质押和代币的燃烧功能，很明显项目方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赢回投资者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换了一个新壳子呢继续割韭菜。那 Luna DAO 呢在8月27日宣布主网升级到 V0.5.2
1.22版本，预计呢在9月12号启动，烧毁费用1.2%的代币。从那天开始也要开放这个全新的质押的机制。那随后呢，这个 LUNC 呢就一路暴涨啊，那涨完之后就轮到这个 Luna 的暴涨，这2天确实是翻倍了。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他们虽然说是燃烧代币，听起来很时髦，但是你 Luna 代币的总量还是没有给公布出来，就是总量没有公布，你再烧的再多，那总量如果说非常大的话，那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一个炒作的噱头啊。那我自己呢是不会碰这个 Luna 的，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做研究之后啊，再去做这个投资的决定啊。另外，以上有关这个 Luna 的说法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啊，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啊，希望大家在评论区批评指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最重磅的第3部分啊，大家应该都看到新闻了，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昨天呢也是做了一个演讲啊，他的主要的观点呢还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降通胀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下周一要出这个8月份的 CPI 的数据了啊，不出意外的话，那这次的 CPI 的数据呢应该在8%以内了，但是啊，距离鲍威尔口中的这个2%啊还有很长的距离。那美联储真的是挺黑心的啊，疫情期间呢是不顾一切拼命的印钱啊，当时呢他们有没有想到今天这种恶性通胀啊？再说了，那么目前的这个通胀你想要降到这个2%，就是要牺牲掉很多中小企业作为代价。那很可能我们观众当中就很多朋友就在这些中小企业上班，那如果说美联储不回头的话，那大家真的要做好过这个苦日子的准备了，因为我们大家要变成代价了。那这个苦日子啊是不限于美国境内的啊，美国的经济一旦不好，那全世界都会跟着一起过苦日子。那我们说回今天的重点啊，美联储的主席啊真的是没有丝毫的松口，说这个降低加息力度的这种口气一点都没有啊，那很有可能呢是死鸭子嘴硬啊。那不管怎么说啊，这2天比特币的暴涨呢完全是没有理睬鲍威尔的讲话啊，你自管加你的息，那我比特币涨我自己的。那其实比特币涨呢应该跟很多机构抄底还是离不开的啊，那普通散户是没有这个力量的。那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公开的大机构站出来说他们已经抄底了。那除了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这个微策略要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抄底之外，其他的都是悄悄的进村了。那如果说啊美联储主席的讲话，那我们摸不清楚他的意思啊，因为这哥们儿太会打太极了。那接下来这个美国证监会主席的讲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简单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讲话的这种要点，那然后呢再来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美国证监会的主席根斯勒在讲话中啊特别重申了他的观点啊，他说大部分的加密资产都是证券啊，大家要记住啊，他说都是证券，那可能包括稳定币。那在根斯勒看来，制定证券法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投资者能够更好的受到相关规则的保护啊。由于大部分的加密货币是中心化实体向公众发行以换取潜在利润啊，因此呢应该适用证券法。那好消息是啊，他没有提出来比特币是一种证券啊。那此外呢，甘瑟勒认为 CFTC 需要国会授予更大的权力来监管非证券的加密资产啊，如比特币和中介机构。那 CFTC 呢是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简称，意思呢也是很明显，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证券，不归我证监会管的话，但是呢我希望国会赋予期货委员会啊更多的权利，更大的权利来跟我一起来监管加密资产行业。好，那接下来说一下我的看法。那证监会呢，如果说将很多加密资产定性为证券的话，就意味着将来呢会用证券的方式呢去监管。那根据美国证券保护法呀，证券呢是要登记之后才能进行销售，否则的话就是违法行为。那瑞波币就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很多加密资产呢也是涉嫌内幕交易，也是违反了证券法里面的这种公平竞争的原则。那我们之前提到多次的 Coinbase 老鼠仓就是证监会要起诉的一个重要的证据。那再比如我们第2部分提到的 Luna， 如果说 Luna 在美国被定性为证券了，那就是第2轮的死亡螺旋了。那证监会主席呼吁国会给予这个期货委员会更大的权利来监管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合约的交易。那合约呢就是期货，我个人呢是支持美国期货委员会来监管加密资产的这个合约的交易啊。那是时候给合约市场的一锤重击了。那这里面的不透明啊，大家都很清楚啊。那包括很多交易所的插针，你们到底是怎么玩的？那通通呢都给查一下啊。那到底是有没有违法啊？有没有违反这个美国的期货的交易的法规？但是话说回来，那比特币现货没有办法被定性为证券啊。目前呢，以太坊呢也没有体现出来证券的属性啊，这都是他们证监会自己的这个发言
讨论的啊。所以说投资呢还是要将大头的资金放在稳妥的资产里面，那就像瑞波币一样，被证监会这么一搞一投诉，那这几年几乎就是废掉了。如果说大家手里面的币突然有一天被证监会起诉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投资的钱就有很大的风险了呢？那到底证券法是怎么写的？怎么去定义一个加密资产是不是证券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根据大家的留言的情况呢，准备一期节目来介绍一下。那大家也要密切关注证监会和期货委员会这些最新的动态。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